自1950年代开始，无论是台湾地区或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均先后面临快速的都市化，以及衍生许多环境问题，对于都市规划师的需求更是十分迫切。因此，在联合国协台专家的强烈建议下，成功大学多方延揽建筑、土木、社会、经济等相关领域之学者专家，率先于1971年在工学院成立都市计划学系学士班，成为台湾第一个空间规划设计人才培育基地，训练出许多优质都市规划设计专家。台湾的都市发展历程中，传承了各种群族的在地文化跟民族统治的这种特殊的价值。每一个城市都存在着不同的都市的性格，这个领域当然就是它会跨越很多的这种面向，从国土、陆域到海洋，从历史文化到智慧生活科技，民意会有多种方式的参与，我觉得都是一种进步。那么我们毕业的系友们在各个领域的贡献是功不可没。而后，鉴于发展环境日渐复杂，空间规划工作的挑战日益艰巨，因此特别在1987年成立硕士班，为了全面发展复杂的规划设计知识体系，于1994年成立博士班，进行以空间规划设计为共同核心之跨领域研究，成为台湾地区顶尖大学中唯一同时培育学士、硕士与博士的规划设计系所。50年对于一个20岁出头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讲，是一段没有办法去轻易估量的时间。在我的记忆里，我也只有4年的时间可以去吸收，不管是老师、学长姐或者是前辈们累积跟传承留下来的经验和知识。但严格来说，其实我们学生有从比较传统的角色变成另外一种样子，透过自己很重视的价值去实践跟行动，并在肩负起背后的责任之下，带来更好的改变。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参考西方引进来的理论，但是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功夫去做出来属于我们这个地方的都市或有一些县市政府，它已经有一些个案的尝试性的在运用大数据，这可以说是有起步的啊。展望未来，台湾的都市计划在想都市计划的内容。已经在我来的时候83年，所以已经非常制度化，就是说都市计划都是规划过程中能够让城市更具有因应气候变迁的调整，就变成是韧性城市，也是我们新一代城市规划要追求的一个修法，在108年1月完成这个大修法，跟107年成立国家中心多代表。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概念，就是保存一下常民的文化。那还有一些常民的生活。那高度发展的社会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建商进来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市场。那但是其实在新的变局、地缘的政治等等，所以我们每一次都会去思考这个阶段来讲，我们有什么样的共识的建立，我们怎么样可以奠基在这样的共识。是台湾规划教育。那我这边期许未来的学弟妹可以多看书、多听、多问、多体验，那可以有创新的思维。那创新思维是来透过大陆的那种。从以前既是比较重实务，然后摸索着技术的突破，到现在在技术面、在实务面、在政策话语前面、在社会参与面，还有国际交流面，都渐渐的走出自己的方向，然后系有的影响层面也越来越广，变成系上在台湾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那期许迈向下一个50年，我们系能够更加为台湾有所贡献。台南府城，台湾最早的城市，有悠久历史脉络下的都市纹理，以及充沛的文化养分，也有一群人与这人文荟萃的古都一起成长。
划专业为目标，为了城市朝有愿景的未来发展而努力。都计系成立50周年来，规划教育在这半世纪培育的人才，影响着台湾。除了未来努力的愿景与目标，期盼永续和谐的共荣共存。我国空间体系即将迈入国土计划时代，朝向更永续的国土利用前进。常形容规划是未来的事业，半世纪只是起始，更要共创下一个世纪。成大都计半世纪，都计50成大事。欢迎所有优秀的系友一起回娘家，来共襄盛举。